新加坡在一份全球排名里拿下第二，不是比大学排名，而是比教育能不能转化成实际回报。亨利的这份机会指数评估了6个维度：收入潜力、职业发展、顶级就业前景、优质教育、经济流动性和高宜居性。新加坡81分，仅次于瑞士的86分，超过了澳大利亚、英美和加拿大。这个信息最值得看的，不是新加坡有多厉害，而是它提醒我们，今天谈教育，已经不能只看录取，还要看孩子能不能进入高薪行业，能不能占尽资本、企业和人才真正流动的中心。教育回报不在入学那一刻决定，而在毕业后的路径里兑现。今天这期我们不聊申请技巧，也不堆排名，我们只拆一件事：为什么同样是花钱读书，小国新加坡反而可能比很多大国更值钱？很多家庭过去会很自然地把英美澳当成默认优选，理由也不复杂：名校更多，国家更大，国际光环更强，听起来更稳。但这几年教育回报的公式已经变了，学校当然还重要，可签证、工作准证、行业景气、企业总部在哪里、资本往哪里流，这些因素开始直接决定一张文凭能不能兑现。也就是说，教育不再只是读得好不好，而是能不能转成职业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教育开始被重新估值。它不是突然比别人更会做教育，而是它刚好站在教育、就业、居留和资本交汇的地方。对家长来说，这不是抽象概念，这关系到孩子10年后究竟是在机会中心里，还是在机会外面。先把一个误区拿掉：新加坡教育回报率高，不等于这里每一所学校都比英美澳更强。真正让它值钱的是机会密度。在2026年的机会指数里，新加坡排到全球第二，得分81，这个分数有参考价值。正是因为他看的不是单一学校排名，而是职业发展、收入潜力、经济流动性和生活承载力。说得更直白一点，他评估的是孩子读完书以后，能不能把教育转成现实机会。这里面至少有3层支撑。第一层是市场位置，新加坡长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节点之一，金融、法务、企业战略、区域供应链这些高附加值岗位会自然围绕资本中心聚集，工作不会平均分布在全世界，它只会集中在少数城市。第二层是支付能力，一个市场如果本身利润高，产业附加值高，企业就更愿意为稀缺能力付钱。教育真正的回报从来不只是第一份工作的起薪，而是孩子进入的行业能不能让薪资、职位和资源在后面持续往上走。第三层是总部效应，很多跨国企业把亚太总部放在新加坡，总部型城市给年轻人的不只是第一份工作，而是更国际化的工作语言、跨市场协作经验，以及更靠近决策层的履历起点。一个孩子如果在新加坡完成教育，再进入总部型企业，他拿到的不是一份本地工作，而是一张区域职业通行证。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英美名校路径看起来很亮眼，实际回报率却未必高。学校很好，学费也很高，但毕业后如果签证不稳，留任困难，机会兑现就会被截断。所以教育回报率真正该怎么算，不是学校排名减去学费，而是孩子进入高价值市场的概率乘以他能在这个市场里持续留下来的时间。新加坡的优势就在这里。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新加坡虽然教育值钱，但不代表它容易。恰恰相反，它的高回报建立在一个筛选非常严格的劳动力市场之上。新加坡释放的信息很明确，这里看的不只是你有没有学历，还要看薪资门槛、学历质量、企业属性，以及你的技能是不是对本地劳动力市场有补充价值。也就是说，新加坡不是在买文凭，它在买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这意味着你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想着先读个不错的学校，毕业后再慢慢看。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孩子读的方向和市场需求错位，或者履历里只有成绩，没有实习，没有项目，没有行业理解，那他即使在新加坡完成教育，也不一定拿得到理想回报。
新加坡真正缺的不是一般性人才，而是能进入高价值链条的人，比如金融、企业法务、半导体、生物科技。这些岗位有几个共同点：离利润中心近，对专业训练要求高，企业也愿意为成熟能力支付更高薪资。机会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只会流向已经准备好的人。所以家长要换一种问法，不要只问我的孩子能不能进一所不错的学校，要问3个更关键的问题。第一，他未来想进入的行业在新加坡是不是真的有需求？第二，他的能力结构能不能支撑雇主愿意为他投入机会？第三，他毕业时能不能同时踩中岗位、行业、政策这3个点？如果这3个点对不上，再好的教育路径，回报也会被打折。新加坡教育最值钱的地方，不是它让所有人都成功，而是它会把真正适配这套系统的人放到一个回报很高的位置上。讲到这里，家长最需要带走的，不是一句新加坡很好，而是一套更清楚的判断方法，从学校思维换成去向权思维，多考虑孩子毕业以后实际能去哪里，能进哪些行业，能留在哪些城市，未来有没有进一步稳定下来的可能。这些东西比一张漂亮的录取通知书更重要，因为录取通知书只能说明他进去了，去向权才决定他最后能不能走得远。如果你要判断新加坡教育值不值，可以用4步来算。第一步，先看行业，再看学校。不要先问哪所学校排名高，而是先问孩子未来想进的行业在新加坡有没有真实需求。第二步，看能力结构，而不是只看成绩。企业真正会买单的，从来不是分数本身，而是项目经验、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步，看政策适配，不是所有专业、所有岗位对准证和留任的友好度都一样。越早理解这一点，越不容易在毕业前1年才发现方向选错。第4步，看家庭自己的时间线和承受力。有些家庭适合短期回报更明确的路径，有些家庭可以接受更长周期的布局。教育没有统一模板，它一定要和家庭预算、风险承受能力、孩子个性放在一起看。真正成熟的家庭规划，不是只算今天花多少钱，还要看这笔投入能不能换来未来10年的位置。教育不是买一张文凭，而是在替孩子争取未来的位置。新加坡教育之所以被重新估值，不是因为宣传更响，也不是因为排名更好看，而是因为它把学校、行业、企业、资本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但这套系统不会自动奖励每一个人，它只会奖励那些方向选得准、能力准备得早、判断足够清醒的人。所以真正成熟的教育规划，不是盯着哪所学校最有名，还要看孩子能否进入一个更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如果你也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欢迎订阅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下一期最想看哪一部分？学校怎么选？专业怎么配？还是毕业后的工作与准证怎么判断？我们下一期继续把这件事讲透。